美再被曝光监听盟友，窃听风波持续发酵，为何却说此举给中国送了份大礼？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近日德国和法国以及众多欧洲国家的媒体合作，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正有目的地访问丹麦的互联网络，以便对众多国家元首进行秘密监视与监听，其中包括默克尔、马克龙和多位高级政要。为此，德法联合发声，称美国此举是不可接受的，已触犯多国底线。然而，愤怒的欧洲虽然让窃听风波持续发酵，但截至目前，美国依然没有一个官方的表态。据了解，美国之所以能通过丹麦的互联网监控多国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丹麦是美国在欧洲的亲密盟友，它拥有连接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等国家的海底互联网光缆的多个关键登陆点，而美国则利用这些关键登陆点，与谷歌、微软、苹果等网络巨头合作，策划并实施了整个棱镜计划，不仅监视这些国家的首脑，而且监视所有使用隶属于这些公司软件的人。毫无疑问，美国再次曝光监听盟友，此举的主要目的虽然是想让美国给众多盟友们一个交代，但这顺带的也给中国送了份大礼。众所周知，美国现在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疯狂拉拢其盟友在军事上、贸易上做出限制。而现在双方内讧，美国一个处理不好，那与欧洲国家离心离德将成为必然，这样中国的发展空间势必扩大。除了中国外，俄罗斯说不定也能在此次监听事件中讨到一些好处。按照先前美欧关系快速回暖和美国释放北溪2号的节奏，拜登在近日访问欧洲的主题应该是恩威并施，重振美国雄风，顺带整整那些不听话的盟友，接着顺手给普京一个下马威，以证明美国王者归来，重返巅峰。不过好巧不巧，这件事就在这场大戏即将开演之前被曝光，让原本还春风得意、原本准备以帝王的姿态临幸欧盟、打击德法，让俄罗斯知道厉害的拜登立刻被套上了一个枷锁，成为了一个罪犯。如此强烈的反差，也不知道美欧关系未来还能好吗？虽然直到现在没有看到美国官方的解释，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人怎么解释都不重要了。越来越明显的是，德法两国对于美国越来越不满，即使这件事能够和平收场，那欧盟内的亲美派也要消停几天了。那趁着这段时间，德法能不能借机达成华为和中欧光纤的协议呢？更好遏制中国，美军布局东南亚之际，却意外被中国给吓到了。来晚了，东南亚局势将被彻底改变。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随着印太战略的提出，美军就加大了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部署。一方面，美军积极加深同印太盟友的军事联系，如同日本等国进行军演，增加在印太军事基地的部署等；而在另一方面，美国还在积极拉拢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似乎想要把他们都拉上对抗中国的战车。根据报道介绍称，日前美国副国务卿正在柬埔寨进行访问，显然美国在中美局势紧张之际进行这样的访问，其意图不得不值得人们警惕。按照道理来说，美国同东南亚国家并未有过过多的合作，但是为何美国却频频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所谓的访问呢？联想到美国在印太的遏制战略，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东南亚正处在印太遏制战略的关键位置，其位于两洋交接地带，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等世界能源运输要道。可以说，一旦美国控制了这里，将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积极对东南亚进行所谓的访问，就显得十分有必要。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次访问本来是为遏制中国，却反而被中国给吓到了。据报道介绍称，柬埔寨的云朗海军基地正在快速建设2栋建筑，而这看上去平平无奇的2栋建筑，却引发了美国的极大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在该基地进行相关的军事部署。实际上，这种担忧早在去年就在美军中出现，而如今突然出现的2栋建筑，更是加剧了美军的这种担忧。那么美军的担忧点到底在哪儿呢？如果这一担忧属实，将会给局势带来什么样影响呢？美军认为，一旦中国在此地进行军事部署属实，那么这将对美国的印太遏制战略造成极大的冲击，因为这将使得中国避开马六甲海峡遭受封锁的威胁。另外，基于东南亚重要位置，美军还认为一旦猜测成真，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不过这只是美军的一侧担忧，从事实来看，这一说法很难成立。很明显，美国的这一担忧将美式霸权主义思维体现得淋漓尽致，更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在美国看来，在海外建军事基地就是美国提升在别国影响力的主要途径，而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远比美国要高明得多。可以说，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上的联系远比美国所谓的军事联系来得牢固，而这也注定美国的诡计不会得逞。欧洲4国外长敏感时刻访华，释放何种信号？背后成果或将直戳美国的要害。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5月29号至31号，爱尔兰、匈牙利、波兰以及塞尔维亚这欧洲4国的外长同时对中国进行访问。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访华的4国外长，除了爱尔兰，剩下3国都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成员国，而且塞尔维亚还是欧盟的成员国。近几年来，不管是中欧投资协定问题还是人权问题，外界特别是欧洲方面一时间更加关注中欧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但此次外长王毅邀请各国外交部长访问中国，这充分显示了中方进一步对外开放，愿意同欧洲国家解开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表示出开展合作的意愿。不过，最令人好奇的还是欧洲4国外长在这敏感时刻访华，其中释放出何种信号呢？有分析认为，这次欧洲4国外长访华不仅代表了欧洲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欧盟成员国，同时还代表了非欧盟成员国以及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欧洲国家。这显示了中欧关系的全方位和多层次，中国正四管齐下。尽管欧方一些人把中欧关系作为了双方的主要矛盾，但中方始终认为合作是主流，只要确定这一原则始终不动摇，就能推动中欧关系向前发展。毫无疑问的是，4国外长同时访华是中国向外界释放出的重大信号，尤其是美国背后的成果或将直戳美国的要害。其一，抵制美国孤立中国的行为；其二，平衡欧洲内部的反华力量，缓和中欧关系；其三，让外界知道中国正学美国交朋友。虽然美国目前仍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就该国目前的状况而言，中国今后取而代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从各个方面反对中国，进而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中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随着中国的崛起，难保不会有一些国家多想。当中国伸出橄榄枝后，自然会抓住这一机会。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欧都把彼此视为重要的发展机遇，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欧洲国家在投资中国时，即使是在当前政治困难时期，也依然热情洋溢。所以双方也应该把经贸合作的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从而为中欧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央视曝光解放军一种新型机器人究竟有多厉害？智能机器在未来解放军岛礁作战中能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如今，包括无人机、无人舰以及无人战车等智能化武器在战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远程智能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规则。而对于力图打造一支现代化强军的解放军来说，智能化武器的发展就不能落下。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央视的军事频道对东部战区陆军海防旅某部进行采访，了解部队状况，而有一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在电视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战士正在举着枪在海滩巡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战士并不是人类，而是一个机器人，准确说是一辆无人智能机器车，而它正在代替解放军战士巡视祖国海疆。从外形来看，这辆机器车大概半米高，其底盘采用履带设计，这使它能够很好地适应海滩的软湿地形。而在机器车的前部还固定了一把9.5式突击步枪，用其作为武器，如同炮塔一样。这个设计也是让人眼前一亮，这也说明这种机器人是可以参与作战的。根据介绍，这辆机器车可以进行远程遥控，还配有摄像头，能将探测的数据发送到指挥部。也就是说，这辆机器车看似并不复杂，但其实集巡逻、侦察、作战于一身，可谓是身手不凡。据获悉，发明这辆机器车的是解放军海防旅的一位副连长，而且这种机器车目前已经进入实战测试阶段，即将投入使用。央视报道称，发明机器车的部队负责东南方向6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诸多岛屿的防卫与巡视工作。机器车的使用可以极大提高部队效率，而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解放军首次展示专门执行作战任务的机器人了。在去年央视报道的一次解放军抢滩登陆的训练战中，我们可以看到跟着解放军战士冲锋的就有一种无人机器车。而这一画面说明，在将来智能机器将会成为解放军作战的重要一环。我们正在打造一支智能化部，这当然是好事儿。一直以来，国家都是把强军与强科技结合起来，提出打造科学化、现代化军队的目标。如今看来，成果颇丰。